峰哥，你知道现在中国人民到底有多少担心受怕？担心什么？我怕我的钱，我又被 A 走，钱又不见了。你看到这些中国很有名的，叫做万家福，他被传说什么啊？可能是要倒，结果竟然这么多人，这个根本是抢优惠的那一种人去抢食物的。对，其实这个万家福在对岸来说可以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它算是大陆那边连锁超市相当的健全，相当多家。可是没想到，竟然有一个网络消息说他们好像爆雷了。结果呢，全部的人就冲过去干嘛？你看哦，这不是在采购，这是什么？这就要抢嘛，打砸抢。然后呢，在现场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摊架全部都把你扫空。结果在趁乱之中，你看到有人干嘛？他不是在买东西哦，他根本就是在扫货。然后呢，扫货完之后呢，看到没有？你现场就给我打开来吃，吃完之后呢，你要结账吗？你不用结账，因为你把它丢在地上，你就不需要结账了。一阵混乱啊！然后这影片出去之后呢，有更多的人又跑去现场加入第二波的掳掠。烧杀，你不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可怕呢？他是当众吃霸王餐哎！对，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炒完了。那被炒完之后，大家讲说，那是不是他出事了？那出什么事呢？其实后来他们有一官方说明，他就说是因为系统升级和资金结算，所以他现在不能用的只有什么？你之前储值的购物卡，所以跟他的这些金流，跟他的这些营运金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是呢，当一个新闻出来之后，当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全部的人都跑过去打砸抢。最可怕的是，这个是我们看过，你看到没有？你说买东西，你说拿东西也就算哦，你看看导播，你看这个画面，竟然有人把购物车也给推回家了，这太扯了吧？这什么状况？我就不知道说你这个购物车你有没有买单？你就算要买单，它有条码可以刷吗？你竟然就把它给推回家，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他心里就默认一件事情，你就是倒闭了。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抢了也不用付钱，然后呢，东西吃了也不用付钱。所以你看嘛，有网民讲说，这根本就是暴民抢劫的行径嘛。如果这样子来说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经济没有韧性。对，如果你今天听到银行炸了，你一定会去挤兑。为什么？因为你在那边存了多少钱？有些人赵豪哥比较有钱，可能存个几亿嘛，对不对？可是你就算是万家福，你的点数、你的购物卡能有多少钱？但是搞不好经济状况萧条的情况的话，这一点的波动，这一点点几千块、几百块人民币的损失，它不一定撑得住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猪肉在对岸来说的话，一直疯狂下跌啊，对，一直跌。可是我们要看一个数据，你是因为所有的物价全部下降，然后连带猪肉下来吗？如果是这样子，那猪肉这一题没有什么好讲的。对。可是你看一下哦，它的 CPI 是持续上涨的，这一条红色的线 CPI 一个拐点之后呢，从25年的8月开始 CPI 是往上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物价是上涨的，可是，在物价上涨的同时，你会看到一个死亡交叉。这个绿色的线是什么？这个是猪肉的价格。对，猪肉的价格为什么会变这样子？这是一个很离奇的一件事情。物价上涨，猪肉下降。对，这就很奇怪。如果物价要上涨，有一个可能通货膨胀。对，那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的话，变成你食衣住行、娱乐，你全部都涨在一起。对，那为什么就独跌猪肉呢？猪肉跌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猪农讲说：天哪，我的老天鹅啊！2块钱1斤啊，那我这里几千头猪要怎么卖啊？在这个汇天超市里面有鲜猪肉，也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温体的猪肉，1斤竟然加1.98人民币，代表什么意思？代表1斤不用10块钱啊。那你来看一下这个对比，你看这个小辣椒，这一种他们讲的小米椒哈，就是其实你就把它当成小辣椒，市场的零售价已经是28块钱1斤了。那你28块钱1斤，再对比你一斤的猪肉，现在讲2块钱，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很奇的一个现象。猪肉感觉上就是没有人要了。好，那没有人要的情况怎么办？你有一些养猪大县，你总不能就让它价钱崩了吧？那价钱如果继续往下崩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到很大的一个。玉峰哥，他拿的是猪肉展吗？对，走秀啦。对，这个是走秀了哈。以前我们只会看到维多利亚的秘密，然后很漂亮的 model 穿着天使的翅膀，这是猪肉的秘密。是猪肉的秘密。猪肉把它给拿上来，然后呢，它这个是有层次的哦。第一个先给你猪肉原型食物，你看到了一块猪肉、里脊肉，然后再来呢，后面有什么？有猪肉的一些加工制品，猪肉丸，然后呢，大家穿的
很像名模，可是拿出来是要猪肉走秀，为什么呢？因为猪肉不能崩啊，猪肉崩下去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大哥、那个大老爷，你的猪场如果倒了，那你是不是就不养猪了？哭了。不养猪的情况之下，后续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猪不是就会长大的，只要有一家猪场倒，后面就会一些连锁反应。宇轩，我们刚刚讲，现在对中国人民来说，我要求温饱比什么都还重要。老子老娘吃饱吃饭皇帝大。第二个是什么？我要安全，安全比什么都重要。结果中国这件事情已经炸锅了。你今天犯一点小小的罪，尤其是什么吸毒，是绝对不能够忍。你吸毒，你现在在网络上没有办法查到，你要把它封存起来。我根本不知道邻居，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谁到底有没有吸毒。就现在已经烧到怎么样？连这种弃毒战歌他都出来了，现在真的是火烧到中央去了。中国最喜欢讲说反毒战争，反毒战争。那过去指的这个毒呢，都是台独的毒，就没有想到自己的毒真的炸了。为什么？毒品的毒。他们在2026年呢说，公布一个新规，这个新规是什么呢？包括你有一些黄赌毒有一些不良的小4号，因为那个是小奸小恶啦。我们呢就把这个记录开始直接封存。那以前呢是有所谓的青少年封存5年，现在跟你讲说无限期封存，你查都查不到。换言之，你如果在中国吸毒，你吸完毒之后呢，你只要放出来之后，没有人知道你吸毒。然后你看这个法规出来之后，你知道吗？中国人最几件事情最恨，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台独，我去台独怎样？然后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吸毒。另外一个呢就是抗日，就没有想到他怎么会想，说我自己的政府把这个吸毒给放宽了，结果。因为一个粉专，这个粉专现在已经增加几百万的订阅数了一个微博，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一个旅行社，一个旅游的这个行社呢，他竟然写了这句话说：哪位少爷歇了他就讲这句话而已是哪位少爷歇啦？然后你知道吗？整个全国网上大炸锅。然后你跟人家说我没去过南通啊，你别把你号整没啦，因为他是这种类似那种南通旅游。你知道他这句话什么？代表说一定是有中共的高官，有中共的这种巨大的这种正国级或有人在帮忙处理啦。对，他儿子出事了，所以把整个国家法律都修了，让他儿子有空间，然后就有人开始在找。漏搜，就会发现说，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叫做朱正夫，他的儿子因为吸毒犯罪被刑事拘留，应该是为了帮儿子清洗记录所以吸毒记录呢可对存和封存这件事情才会成立。但我跟各位讲啦，不只是他嘛，你觉得中国多少高官儿子都有这样做，一大堆，所以你知道老百姓现在开始无声的抗议，怎么办？唱歌。你知道这个叫做弃毒战歌。中国的老百姓很喜欢唱，他说他是踏碎星河，落入我梦境的幻想，环片星系呢为你寻找的力量。这首歌唱完之后呢都没有讲到反毒，但是呢他们都知道这叫做反毒战歌。对，结果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抗议这件事情，所以开始唱这首歌，连学校的老师带着底下的我们讲小朋友也在唱这首歌。而且这首歌不是最近做的它是好几年前的歌，现在唱。都有意义的，对，翻出来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开始在讲说封存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说我满满的失望跟绝望，对于国家感到绝望为什么？因为呢，如果说这些瘾君子这个工作隐姓埋名到时候会造成危险，甚至有人直接讽刺说，哎呀，干不掉美日老百姓一样受苦老百姓还是要被骂的可以隐藏年龄和学历吗？这什么意思？代表说学历。然后就是他底下网友多讽刺，就跟他讲一句话，说可以你吸毒就可以全部都隐藏了，你只要吸毒，你有什么年龄、学历，有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在讽刺他嘛。对，你是在保护吸毒吧？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心里想，我觉得真的是反毒歌。我们看到的画面，那个歌什么？是真的是有老师带着小孩子带动唱。然后为这些小孩子们跟大家讲说，这个反毒的重要性到底有多严重？你看，还有手，还有那种拍什么？这件事情是烧起来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他们的人中国人对一件事情印象深刻，也就是当时的鸦片战争。那时候是不是虎门销烟？所以他们一直觉得说这种毒品绝对毒害国人让整个我们讲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一个很重要的。还有合唱版的，对，所以当然呢，必须要我们讲从上到下大大小小各个学的抗议，但是这些都是属于民间的力量。但你知道吗？连官方的都来了，云南日报，你知道多凶吗？一次1、2、3、4、5、6，他我们讲发了大概11条、12条，12道写书上见中央，跟你讲说致敬弃毒英雄。弃毒什么？他突然间开始哪根筋不对劲28号都是28号平常都没在发的噼里啪啦发了一大堆弃毒新闻，对，甚至开始在做特辑。这是官媒对啊，官媒都反了，对啊，12道写书真的要反了，对啊，而且还拍影片，你知道？
他直接拍一部影片说，禁毒是对英雄最好的告诫。为什么他们要去告慰这些英雄呢？因为云南哦，它处于这些边境，那过去常常呢，因为我们讲的这个金三角的地带哈，包括缅甸啊，他们必须要常常严防这些毒品哦，以及毒枭会把这个毒品呢运到这边来。所以他说有60名的这种缉毒的员警因此而丧失他们性命，300名受伤。那我们付出了流血流汗去拼出这样的一个革命，为了让中国人有健康的身体，结果你现在说要让他长驱直入，所以你知道吗？这缉毒员警多可怜，他们连身份哦、拍照合照啊，比如说我要表扬的时候。都不能公开，因为他的家人、他的亲朋好友可能会被中国当地的在地协力者跟这些境外的我们讲所谓的这种毒枭去谋害、去杀害他的家人、威胁他的家人，所以全部都要隐藏，而且通常他们的死因死状都不是很好看，都非常残忍。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全国各地百花齐放哦。河南地铁直接跟你讲说，毒品日不尽。禁毒一刻不止，我跟你讲，他不是说偶然在这边，他原本根本没有放这个，连底下你看啊，地标27广场抵制毒品侵害，珍惜美好年华，代表说现在全中国境内大大小小呢，大家都在干嘛？都在对于中国这个东西有意见。但你知道为什么这些舆论呐，一定要把它压制起来？因为显然官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下有对策把它反映出来了。所以有一个叫做中国蓝新闻他在讲一个现象。前一阵子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习近平说要严格控管呢网络的这个污染。那什么叫网络污染呢？就是他的情绪价值，他要把你控制住。对，希望你开心就开心，你只能有正能量。对，你绝对不能 negative， 你不能负能量。他跟你讲说，这个叫做舆情过敏。这个中国蓝新闻也是大新闻哦。他说，网络上群众表达的民意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诉求就是民生，也是民生。你不能说因噎废食，说我就干脆都不要听。而且呢，我们讲他就把这个东西说这个叫做舆情过敏症。然后很多中国网友也很兴奋，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抗毒是他们绝对不能零容忍对于毒品这件事情。而你官方呢，包括习近平以及这些高层，如果要去放任这件事情的话呢，绝对会更硬刚。而当时习近平讲的最大变量，现在显然已经发生，因为不管是从上到下，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他们的大型的媒体，对于这件事情都表达了他们民主的声音。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